就在这个瞬间，你的身体正在面临一个关乎生死的重大抉择。在接下来的45分钟里，你的细胞将做出一个极其冷酷的决定，它们将决定你今天到底是一台疯狂运转的燃脂机，还是一个贪婪的脂肪储存罐。你可能正躺在床上，你可能正准备拿起手机，你可能还在为昨晚多吃的一口碳水感到无比懊悔。请你立刻停止这种毫无意义的自我精神折磨，看着屏幕，仔细听好接下来的每一句话。如果你长期以来吃得比猫还少，动得比牛还多，你每天在跑步机上挥汗如雨，严格计算着每1卡路里的热量，你甚至饿到晚上只能喝凉水，但是你肚子上的那圈顽固脂肪却依然像钢铁一样纹丝不动，怎么都减不下来。那么，请你深呼吸，彻底放下所有的自责与心理包袱。这不是你的错，这绝对不是因为你缺乏意志力，更不是因为你不够自律。这是因为现代极其扭曲的生活方式，粗暴地切断了你体内最为核心的生物学信号。你的身体其实早就已经和你失联了，你的生理机制正在被现代生活的毒药一点点破坏殆尽。在这个长视频中，我们将彻底颠覆你的全部认知，我们将一起潜入人体最幽深的微观世界，我们要深入你的血液，探索你的下丘脑，解剖你的肾上腺，最终我们要敲开那些锁死你内脏脂肪的细胞大门。我们会揭开5个鲜为人知的生物学终极信号，这5个信号极其微小，却拥有着降维打击般的恐怖力量，它们几乎100%地决定了你一整天的基础代谢率。然而，99%的人对这些致命细节一无所知。接下来，我们将逐一破解这5个决定你命运的密码。这是一个零成本的健康救赎计划，不需要你花1分钱去买减肥药，不需要你办昂贵的健身卡，甚至不需要你消耗任何可怜的意志力。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顺应你身体出厂时的默认设置。现在，在硬核科普正式开始之前，请你在评论区诚实地打出你每天早上睁开眼后做的第一件事到底是什么？是闭着眼睛摸手机看消息吗？是挣扎着去冲一杯浓烈的黑咖啡吗？还是烦躁地按下闹钟继续蒙头大睡？请把你的坏习惯留在屏幕上，因为当你耐心看完，你就会感到毛骨悚然。你会彻底明白，正是你每天早上的这第一个微小动作，亲手把那一层厚厚的脂肪死死地缝在了你的肚子上。现在，让我们把时间的指针往回拨，回到你今天早晨闹钟响起的前1个小时。在那个黎明破晓的时刻，你的意识还处于混沌之中，但你的身体内部却早已是一片沸腾的战场。每天早晨的6点到9点之间，你的肾上腺会如同火山爆发一般，向血液中疯狂倾注一种叫做皮质醇的激素，形成一个高耸入云的激素峰值。请注意，这里的皮质醇绝对不是让你焦虑的压力毒药，它是你的大脑经过数百万年进化精心设计的一套晨间唤醒程序。在医学上，我们把这个神圣的时刻称为皮质醇觉醒反应。这就像是一场盛大的生命阅兵，当皮质醇的浓度飙升时，它会精准地游向你的腹部，在那里，它会唤醒一个极其关键却常年沉睡的酶，这个酶叫做激素敏感性脂肪酶。为了方便理解，你可以把这个脂肪酶想象成一把绝世钥匙，一把能够瞬间打开银行金库的绝世钥匙，而你的内脏脂肪细胞就是那个锁得死死的金库。科学界早已证实，内脏脂肪细胞表面的皮质醇受体数量极多，是身体其他普通皮下脂肪的整整4倍。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肚子上的肉天生就是为了响应号角而存在的。当皮质醇觉醒反应正常爆发时，这把钥匙会被瞬间激活，它会毫不留情地插入脂肪细胞的锁孔，咔嚓一声，金库大门洞开，堆积如山的3酰甘油被迅速分解，化作无数的游离脂肪酸，如同开闸放水一般疯狂涌入血液。也就是说，只要这个机制运转正常，在你吃下早餐的第一口食物之前，你的身体就已经在疯狂燃烧脂肪了。这才是完美的出厂设置，这才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燃脂超能力。但是，灾难正在现代人的身上真实上演。我们每天早晨那些看似无害的坏习惯，正在把这条本该高高跃起的激素曲线无情地砸在地上。你的皮质醇非但没有形成尖峰，反而变成了一条毫无生气的死直线，并且在整整1天中都维持在一种慢性偏高的病态水平中。
这对于你的内脏脂肪细胞来说，简直就是一个震耳欲聋的末日警报。当脂肪细胞探测到这种平庸且混乱的信号时，它们的大脑里只会闪过一个极其恐怖的念头：完了，我们的主人正处在长期的极度危险之中，外部世界一定爆发了饥荒或者毁灭性的灾难。为了保住主人的性命，脂肪细胞会立刻启动最高级别的防御机制，它们会换上最坚固的合金大门，它们会彻底焊死所有的出口，它们会拒绝释放哪怕一个微小的脂肪分子。在这种慢性应激状态下，不管你每天在健身房里如何疯狂举铁，不管你每天晚上只吃黄瓜饿得头晕眼花，你的努力在强大的内分泌机制面前简直就是螳臂当车。这根本就不是你毅力不够的问题，这是你身体内部的化学通信网络彻底瘫痪了。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在近年的一项顶级前沿研究中，给出了令人绝望却又无比真实的铁证。那些晨间皮质醇觉醒反应迟缓、曲线扁平的人群，他们囤积内脏脂肪的速度是拥有健康曲线人群的数倍。这项硬核的医学研究直接揭示了肥胖的终极真相。要想把肚子上的肥肉减掉，你必须先把你扭曲的激素曲线给彻底掰直。你要学会和身体对话，你要学会给它发送正确的安全信号。接下来，我们将用降维打击的方式，逐一破解这5个决定腰围的微观信号。第一个信号：深层细胞补水与矿物质重启。这是一个被所有人彻底忽视的早晨第一关。你在过去的8个小时里，其实经历了一场可怕的脱水浩劫。通过每一次呼吸，通过皮肤每一次不可察觉的排汗，你流失了整整一生的宝贵水分。当你早晨睁开眼睛的那一刻，你的血液已经变得像泥浆一样粘稠，你的肾脏在这个干涸的夜晚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血液的渗透压急剧升高，体内的钠离子和钾离子彻底失衡。这种微观层面的严重脱水会被你极其敏感的肾上腺立刻察觉。下丘脑会分泌大量的抗利尿激素，试图留住体内最后的一点水分，它会将其解读为最高级别的生存干旱危机。为了应对这场灾难，肾上腺会在你还没有意识的时候就开始大量释放醛固酮这种保钠排钾的激素，并随之引发皮质醇的非正常代偿性疯狂飙升。这是一套充满恐慌的保水反应。远古时代的祖先如果醒来找不到水源，这套机制能保命。但在现代，这个时候你却犯下了一个极其致命的坏习惯。你步履蹒跚地走到咖啡机前，给自己灌下了一大杯浓烈的咖啡。咖啡因本质上是一种极其强悍的化学利尿剂，在你的身体已经干涸到皲裂的时候，这杯咖啡就像是一台马力全开的抽水机，把你体内仅剩的宝贵水分和钠钾矿物质疯狂地抽出体外。这简直就是往已经燃起熊熊大火的肾上腺上直接泼了一大桶汽油。你的皮质醇曲线会在瞬间彻底失控，进入一种病态的亢奋和混乱。想要解决这个灾难，方法简单的令人发指，成本几乎为零。你只需要准备一杯温热的白开水，在里面撒入一小撮最天然的海盐，再滴入几滴新鲜的酸柠檬汁，就是这么一杯平平无奇的液体，却能在微观世界里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拯救风暴。海盐中富含的微量元素和钠离子会在10分钟内迅速穿透肠道壁，进入血液循环，直达肾上腺表面的细胞受体。钠离子就像是一个带着最高和平指令的信使，它坚定地告诉肾上腺，水源非常充足，矿物质非常丰富，生存危机已经完全解除，你可以彻底放松了。与此同时，柠檬汁里天然的钾离子会迅速发力，它会快速修复肾上腺细胞膜上的微观钠钾泵，让细胞内外的微电流和电位差在几分钟内恢复到完美的平衡状态。就这么一个极其简单的吞咽动作，你就成功地安抚了暴躁的肾上腺，彻底阻断了错误的生存压力信号，为皮质醇的正常分泌扫清了所有的化学障碍。第二道决定命运的信号是刺入眼球的晨间自然光谱。很多人早晨起床后喜欢拉着厚厚的遮光窗帘，在昏暗的室内洗漱，或者仅仅依靠那几盏微弱的室内灯照明。这是一个极其可悲且反人类的现代习惯。人类的眼睛经过了数百万年的进化，不仅仅是为了看清东西。在你的大脑深处，下丘脑的腹侧藏着一个微小的神经核团，它叫做视交叉上核，是你全身几10万亿个细胞的中央司令部。它
它掌控着你身体里每一滴关键激素的分泌节奏。要让这个中央司令部精准对时，它只认一种终极信号，那就是清晨高强度的自然阳光。室内那可怜的50勒克斯的微弱 LED 发光体，对视交叉上核来说，简直就是一种莫大的侮辱。它根本无法穿透视网膜的深层防御，它只能让你的大脑陷入更深、更可怕的昼夜节律混乱。你必须在起床后的30分钟内，毫不犹豫地走到户外，或者站在大开的窗户前，千万不需要带任何防紫外线的太阳镜，让清晨那高达数千甚至上万勒克斯的强悍自然光线毫无阻挡地穿透你的瞳孔，重重地砸在你的视网膜上。视网膜上那些含有黑视蛋白的特殊感光神经节细胞，这些细胞对480纳米波长的蓝光极其敏感，它们会瞬间被阳光中的蓝光波段彻底引爆。它们会沿着视神经向视交叉上核发送出一道强劲的电信号，这道信号犹如闪电般极其强烈，瞬间劈开大脑深处的混沌。它在向你体内的每一个细胞宣告，白昼已经正式降临。这个绝对清晰的自然信号会像一只有力的大手，瞬间把你扭曲的内部生物钟彻底拨正。它不仅能让你的皮质醇曲线爆发出最干净的尖峰，还会同时命令大脑皮层开始海量合成珍贵的血清素。血清素是你白天保持专注和快乐的源泉，而这些在早晨辛勤积累的血清素分子，到了晚上就会像变魔术一样，通过松果体的转化，变成让你深沉入睡、修复全身细胞的褪黑素。你看，你早晨凝视阳光的短短10分钟，竟然奇妙地决定了你今晚深层睡眠的绝对质量，并且为明天早晨的脂肪燃烧提前铺平了康庄大道。这是一种多么精密、多么不可思议的生理大循环。第3个致命信号是提前截胡的咖啡因灾难。我们刚才说过，起床第一杯咖啡会导致严重的细胞脱水，但它的罪孽远不止于此，它还会从根本上摧毁你下午的代谢。当你昨晚在梦乡中沉浮时，你的大脑就像一个辛勤的清洁工，正在努力清除白天过度用脑积累下来的神经代谢废物。这种极其顽固的废物在生物学上叫做腺苷。腺苷是睡眠压力的万恶之源，它的化学结构十分特殊，它在受体上积累的越多，你的神经元放电就越慢，你就越困。当你早晨刚睁开眼睛时，这个艰巨的清洁工作其实还没有完全结束，你的大脑皮层受体上依然死死地残留着少量的腺苷斑块。这个时候，如果你迫不及待地喝下第一口热咖啡，咖啡因就会像一个极其强横的土匪，因为咖啡因的分子结构和腺苷长得几乎一模一样，它会迅速冲进大脑，强行霸占那些原本属于腺苷的受体位置，发生极具破坏性的竞争性拮抗作用。你以为你立刻清醒了，感觉精神百倍，但你不知道的是，那些没被清理干净的微观腺苷并没有凭空消失，它们只是被无情地挡在了受体的门外，在你的脑脊液里愤怒地游荡，疯狂地积攒。大约到了下午2点钟，咖啡因的半衰期悄然临近。当咖啡因的效力被肝脏的细胞色素酶彻底代谢殆尽，霸占的受体终于空了出来。此时积压了整整1个上午，如同洪水猛兽般的极高浓度腺苷会排山倒海地涌入受体，瞬间将所有的结合位点全部填满。你的大脑会立刻经历一场极其可怕的能量雪崩，你会困得连眼睛都睁不开，你会感到极度的烦躁和彻底的疲惫。这种急剧的能量崩溃会逼迫大脑拉响最终极的生存警报，命令肾上腺在下午这个极其不合理的时段再次大量喷发皮质醇。同时，为了快速补充能量，你的血糖控制系统会完全瘫痪，你会像丧尸一样疯狂地渴望高糖分、高碳水的垃圾食品，高皮质醇加上摄入甜食带来的胰岛素狂飙，这2种强效激素的致命双重夹击，会把你下午吃进去的所有多余热量直接打包成最顽固的内脏脂肪，死死地锁进你的肚子里，让你永远无法摆脱肥胖的诅咒。解决这个生化灾难的极简方案，就是铁律一般的90分钟黄金法则。起床后，强忍住你对咖啡的极度冲动，必须等待整整90分钟，再喝你的第一口咖啡。在这宝贵的1个半小时里，你身体自身的清醒机制会大展宏图，将残留的腺苷垃圾彻底清扫得一干二净，不留任何死角。等到受体真正干净了，你再摄入醇香的咖啡因，它就能发挥出最完美的提神效果，给你带来绵延不绝的充沛精力。
帮你完美避开下午的能量崩溃和脂肪囤积的万丈深渊。第4个信号是关于早晨空腹运动的惊天大骗局。很多博主会极其不负责任地鼓励你，早晨起床立刻去跑个大汗淋漓的10公里，或者做几组痛不欲生、心脏狂跳的高强度间歇训练。他们信誓旦旦地说，这样能在空腹状态下燃烧双倍的脂肪，这简直是毫无科学依据的胡说八道。如果你在空腹且刚刚苏醒的脆弱状态下，立刻进行剧烈的心肺折磨，你的交感神经系统会被瞬间逼疯，你的大脑根本不会觉得你在强身健体，它只会惊恐万分地认为你正在被一只饥饿的野兽疯狂追杀。这种极其暴力的生存威胁信号会让你的皮质醇彻底失控，在原本的高峰上再次产生病态的2次恐怖飙升。为了应对这种极其极端的生理应激，你的身体会瞬间啪的一声狠狠关闭脂肪燃烧通道，转而启动糖异生反应，疯狂消耗极其宝贵的肌肉糖原，甚至残忍地分解你的肌肉组织，将其转化为氨基酸来功能。不仅如此，这种过度应激还会导致你全天食欲彻底失控，陷入暴饮暴食的恶性循环。最简单、最符合人类远古进化生物学的替代方案，是一场极其温和、低强度的前行户外散步。请仔细注意，核心重点是必须保持向前匀速行走。顶尖的神经学研究发现了一个极其奇妙的大脑机制，当你保持匀速向前走动时，街道两旁的树木、建筑和微风会不断地从你的眼角余光中向后快速掠过。这在最前沿的眼动脱敏神经科学上被严谨地称作视觉光流。这个极其微小却恒定的视觉流动信号拥有着强大的神经治愈力量，它会像一根清凉的镇静剂针管，直接扎进你大脑深处的杏仁核里。杏仁核就是你大脑里那个常年处于过度活跃状态的焦虑处理中心。当杏仁核持续接收到这种向后的视觉光流时，它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奇迹般的安静下来，彻底停止发送恐慌信号。它会向全身细胞发出广播说，大家千万不要慌张，我们正在稳步向前移动，我们完美掌控着前进的方向，我们周围没有任何掠食者，我们现在极其安全。当杏仁核的最高警报彻底解除，你的迷走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就会立刻占据主导。在这种绝对安全、绝对放松的美妙生理状态下，激素敏感性脂肪酶会被彻底解放，达到分解活性的最高峰。你的内脏脂肪细胞会心甘情愿地彻底敞开防爆大门，把游离脂肪酸源源不断地输送给你的肌肉细胞当作燃料。每天早晨，你只需要花上短短的15分钟，绝对不戴耳机，绝对不看手机，只是轻松的大步向前散步，你就能在不知不觉中把肚子上的顽固脂肪烧得一干二净。第5个，也是最为致命、最容易毁掉一切的最后一个信号，那就是你枕头边的那块时刻发光的电子玻璃板。这是毁灭一切晨间努力的终极内分泌杀手。在你早晨睁开眼睛的前30分钟里，你的大脑处于一种极其脆弱的过渡状态。你大脑中负责理性思考、逻辑规划和情绪绝对控制的前额叶皮质，其实还在呼呼大睡，处于极其迟钝的半启动休眠状态。然而，负责侦测危险和无限放大焦虑情绪的杏仁核，它的反应速度只需要区20毫秒。它就像是一个神经衰弱的哨兵，在醒来的0.01秒内，就已经瞬间进入了高度戒备的疯狂临战状态。这意味着刚醒来的你是一个毫无理智防备的脆弱婴儿。这个时候，如果你闭着眼睛摸过手机，习惯性的点亮屏幕，那铺天盖地的未读群消息，那些充满隐性焦虑的工作邮件，那些社交媒体上别人光鲜亮丽的虚假炫耀帖，每一个极其微小的信息刺激，每一条不断弹出的通知，对你那高度敏感且毫无理智防线保护的杏仁核来说，都是一记极其沉重、几乎致命的爆头重锤。你的大脑会被瞬间无情地抛入数字信息轰炸的汪洋大海中，犹如老虎机一般不可预测的奖励机制会将大量极其廉价的多巴胺强行挤压出来。交感神经系统像触电一样开始不受控制的疯狂尖叫。这种在被窝里就人为主动制造的极度焦虑状态，会向你全身所有的脂肪细胞下达一道绝对不可违抗的铁血命令。注意，外部世界极度危险，极度混乱，各种生存威胁正在逼近，所有人立刻进入最高级别的防御状态，把所有的能量统统转化为厚厚的脂肪，给我死死地锁住，
哪怕饿死，也绝对不准露出一滴游离脂肪酸。你早晨睁眼看手机的这短短3分钟，就像是往一口清澈见底的池塘里倒下了一大桶黑色的剧毒墨水，它彻底污染了你接下来16个小时的荷尔蒙走向。任何极其极端的节食，任何极其疯狂的运动，都绝对无法挽回这种由中枢神经系统失调引起的绝对代谢锁死。唯一有效的自救方法，就是建立铁血般的晨间屏幕防护盾。在醒来后的前30分钟，手机必须保持绝对静音，屏幕必须死死地朝下放置，绝对不允许自己看哪怕一眼。必须把这段极其神圣的黄金时间，完整地还给你的前额叶皮质，让它能够有条不紊地慢慢苏醒，重新加载所有的理性程序，慢慢地、稳稳地接管大脑的最高级控制权。在你被迫面对外界纷乱复杂的无理要求之前，先在你的内心最深处建起一座绝对坚不可摧的平静堡垒。请你务必记住，保护你早晨的注意力，就是在保护你珍贵的代谢率。只有当你内心充满了绝对的掌控感，你的代谢率才会毫无顾忌的全速运转。现在，我们已经找齐了所有丢失的关键拼图，让我们把这5个决定命运的生物学微观信号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编织出一个精确到每1分钟的黄金燃脂作息时间轴。请你闭上眼睛，用心去感受这段奇妙的细胞治愈旅程。早上6点整，闹钟用最温柔的声音响起，你缓缓睁开眼睛，手机静静地躺在遥远的桌子上，屏幕朝下，像一块没有生命的石头。你的前额叶皮质在极度的宁静中慢慢舒展，没有焦虑，没有恐慌。早上6点01分，你慢慢起身走到厨房，端起那杯昨晚就准备好的温热白开水，里面有一小撮纯净的天然海盐和几滴新鲜榨取的柠檬汁。随着温热的液体缓缓滑入食道，穿透胃壁，钠离子和钾离子如同久旱逢甘霖，瞬间安抚了你暴躁干渴的肾上腺。最高级别的细胞脱水警报被瞬间解除，你的内部微观世界恢复了绝对的和平。早上6点05分，你穿着最轻薄的衣服，推开门，走到阳台或者楼下。清晨那无比明亮、无比纯粹的自然阳光直刺你的双眼，视交叉上核被瞬间彻底点亮，如同灯塔般照亮了全身几十万亿个细胞。完美而高耸的皮质纯尖峰在这一刻拔地而起，高亢地吹响了脂肪全面燃烧的冲锋号。早上6点15分，你开始在小区里进行15分钟的轻松前行步行。你没有戴耳机，你清晰地听着鸟叫和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两旁的树木在你的余光中不断快速后退，强大的视觉光流犹如一双极其温暖的大手，抚平了杏仁和所有的躁动不安。在极度完美的感官安全感中，你内脏脂肪的合金大门被彻底轰开，大量的游离脂肪酸争先恐后地涌入血液，被你走动的腿部肌肉一口一口极其贪婪地吞噬殆尽。早上6点30分，散步结束，你回到充满阳光的温暖家里。此时你依然没有碰手机，你安静地做几个舒展的拉伸，或者闭上眼睛深呼吸。你的副交感神经系统已经稳稳地掌控了全局的权杖，为你今天一整天的代谢定下了一个绝对不可撼动的高效基调，为迎接接下来的工作做好了最万全的荷尔蒙准备。早上7点30分，距离你睁开眼睛已经过去了整整90分钟，你脑海中最后的腺苷残党已经被自体清理机制剿灭得干干净净，沉寂了一晚的皮质醇自然分泌周期也已经完美且优雅地回落到平静状态。现在你可以极其从容地磨一杯新鲜的咖啡，享受那令人迷醉的醇厚香气。咖啡因不再是破坏内分泌的恐怖分子，而是真正成为了你大脑灵感与身体精力的超级加速器。早上8点整，你迎来了第一顿丰盛的营养早餐，请务必优先摄取极高品质的天然蛋白质。你吃下了几个新鲜的水煮蛋，或者一份厚重纯正的希腊酸奶，再加上一小块美味的野生三文鱼或者牛油果。这些丰富的优质蛋白质和健康脂肪极大地稳定了你的血糖和胰岛素，彻底锁死了碳水化合物可能引发的脂肪囤积通道，将早晨这套精密协议所创造的恐怖燃脂效应完美地延续到了整个下午。这就是彻底顺应人体出厂设置所带来的极致生理奇迹。只要你将这套零成本的晨间协议绝对不打折扣地坚持30天，你将会亲眼见证身体发生极其不可思议的奇妙变化。
你的空腹皮质醇会显著下降，胰岛素敏感度会大幅度飙升，而最顽固的内脏脂肪也开始主动且迅速的缩小。你不仅会发现精神前所未有的极度饱满，你还会震惊地看到腰部那些曾经坚如磐石的肥肉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化。这不是因为你变得更辛苦了，而是因为你变得更加充满智慧了。请你一定要深刻地记住，你的身体是一个经历了数百万年进化的神圣殿堂，它从来没有想过要背叛你，它从来没有故意要长胖来恶心你。你的新陈代谢也从未受到过任何实质性的永久损害，它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最诚实、最本能地回应你每天输入给它的那些糟糕信号。请立刻停止用那些反人类的错误习惯来折磨这副精妙的躯体了，不需要再残忍地折磨自己，不需要再与古老的本能强行对抗。你只需要带着敬畏之心，彻底顺应自然的生理时钟，拨正那些被现代工业生活严重扭曲的生物钟信号，让身体主动站在你这一边，它自然就会成为你最强大的燃脂盟友。这5个极其正确的晨间微观信号，不需要你花费哪怕1分钱，不需要购买任何昂贵的智商税健身器材，更不需要考验你极限的意志力。它们只是极其温和地要求你停止干扰那个每天早晨都在极力帮助你的身体，给它最正确、最安全的生命信号即可。好了，现在看着屏幕前的你，我想邀请你在下方的评论区留下你的誓言。在这5个决定命运的关键信号中，你目前已经勇敢地做到了哪一个？而又是哪一个极其隐蔽的坏习惯，你发现正在悄悄伤害你的代谢底子呢？请毫不犹豫地把它们写下来，当作是你向过去告别、重获新生的第一步。你的每一次最真实的回馈，都将成为我们在下一期视频中为你带来更深度解析的指路明灯。如果你觉得今天这场硬核深度的微观旅行为你彻底打开了全新的健康视野，让你重新认识了这副极其精妙、一直默默保护你的温暖身体，请务必立刻订阅我们的医学频道，给这个心血视频点一个大大的赞，并强烈建议你把它转发给身边那些还在盲目节食、疯狂内耗的家人和朋友，拯救他们崩溃的代谢，帮助他们重获健康。也许就差这仅仅一个视频的距离。顺应自然，掌控激素，我们将持续用最硬核的生命科学降维打击所有的健康谎言。期待你的华丽蜕变，我们下期深度视频不见不散。